在發飆，是不是院長跟黨團沒有一心？傅崐萁跟韓國瑜都沒有錯，韓國瑜站在的是選舉的立場，那傅崐萁站在的說，我立法權被行政權侮辱，唯一的武器我一定要扶持。国民黨團的總召跟立法院長還是國民黨，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溝通管道。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因為立法院在審預算嘛，傅崐萁他連續5次沒有出席黨團協商會議，也沒有授權給黨團的其他幹部。当然說，如果總召不在的話，會讓書記長來代總召的位置。韓國瑜不滿傅崐萁都沒到，也不請假，也不授權，所以呢，他直接痛批啊，這個傅崐萁如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並且呢，他給他3個選擇：第一，當場授權；第二，馬上來開會；第三，辭職別幹。好，因為這樣，其實朝野針對所謂的總預算案卡關問題有了新的一輪。國民黨團最後終於軟，最後就讓總預算公開。隨後啊，在朝野協商當中呢，傅崐萁半開玩笑的喊：“韓總統好。”韓國瑜妙語如珠說：“你是聯合國秘書長。”韓國瑜那一天在主持朝野協商的時候，他認為有這個責任去溝通朝野2大黨，然後再加上第3個白色的在野黨。好，副總召他其實是鷹派，他其實是非常硬哦，立場這件事情上他是非常的堅定。你行政院一點都不尊重立法院，卓榮泰那什麼死樣子，然後每次派官員來，法院放炮，在媒體也放炮，你有沒有把民意代表放在眼裡？所以傅崐萁他私底下跟公開，他都說，我雖然是黨團總召，可是這個協商如果只是那些官員來這裡擺架子，藐視國會，我出席這個協商幹什麼？連續5次不到，他就是一個消極的抗議。傅崐萁覺得卓榮泰看不起國會，韓國瑜覺得傅崐萁看不起國會，大家都有各自的一個立場。這件事情上，傅崐萁他採取的態度是，他在韓院長發火之後，他就擬了一個很長的聲明，他就解釋了為什麼我不到，是因為行政院在藐視我們立法院的民意代表。作為總召的責任，也確實是要，比如說立法院的預算審議，又或者是這個朝野這個溝通。那當然，民進黨不給溝通，可是，在野黨部分，國民黨和民眾黨總召有溝通。原本在野黨提的預算刪減案或凍結案，1000多案到3讀表決那一天70幾案，從1000多案削減掉70幾案，是副總召私底下無數次的協商溝通討論，然後請委員說啊，這個東西可不可以整併啊？這個東西可不可以撤案？這個東西我們保留一個就好了。這個是副總召他作為國民黨團的總召，他一直在私底下進行的工作。对，所以在這點上他是問心無愧的。有一些民眾啊，立場也是比較主戰派的，他就覺得說，對，我就是要阻擋這個總預算。綠的那邊會一直罵嘛，你總預算已經延宕了1年多，我記得去年吧，大罷免期間，他們其實就玩過一招了。然後那個綠營那個時候就造謠說都是藍白亂搞，所以我們現在政府沒有預算，預算過不了。行政院的總預算案如果在立法院沒有過關，那只會影響到新的計劃。那原本去年度就有施行的計劃是可以照常動資的，我們不會發生什麼政府停擺、政關門的危機，不會有的。其實我有注意到綠營的網軍有再吵一次，就說副總召是真的有去溝通、去討論，也有在做這件事情。他在雙邊找到了一個平衡點。那你民進黨一直想要再抓到這一點，在那邊做文章，你會覺得傅崐萁受傷，韓國瑜傷更大，2個人都受傷。如果接下來1個星期、2個星期，還是有人執意要去炒傅韓之爭，我不覺得真正受傷的會是這2個人。這事情沒有那麼嚴重，但是短期來說，確實藍軍來說啦，韓的傷會有。韓以前在藍軍是說一不二，沒有人敢，也沒有人願意，也沒有人覺得應該挑戰韓的權威。因為韓從19年之後，包含黑韓、罷韓各種事情，韓粉的程度無人能出其右。那傅崐萁反而是沒有差的，他反正就一直被罵嘛，但是沒有人抓他把柄。很多人都說傅崐萁多黑多黑多黑，没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舉出那具體傅崐萁到底哪裡犯法犯罪。民進黨也沒有辦法動搖他的票。那所謂的傅韓之爭就只剩下炒作了。進一步去問，那是誰去炒作這件事情？炒作这件事情是要幹什麼？過去大家都覺得院長很睿智嘛，理論上不應該在這樣戰略的效果上面犯錯誤。有一派算陰謀論吧的說法，就是說美國那邊的壓力吧，所以美國給韓國瑜壓力，給盧秀燕壓力，所以呢，這個盧秀燕就打了電話去跟傅崐萁談，然後韓國瑜呢也在美方壓力之下呢痛罵傅崐萁。你講到這裡，我們先退一萬步，假設這邊都是真的，可是接下來受到美方的壓力，美國希望這些軍購無人機預算盡快過關，施壓韓國瑜要求傅崐萁就範的方法是痛罵傅崐萁，你不覺得
得邏輯哪裡怪嗎？中國人有一句成語叫揠苗助長，又或者說西方的寓言故事有一個叫北風與太陽。你又不是不清楚昆萁的性格，傅昆萁是那一種韓國瑜出口罵他，傅昆萁就是說我錯了不要再罵了。你覺得傅昆萁是這種人？甚至搞不好還反過來了，罵一罵人家硬起來，都不用談了。有沒有可能這種結果？搞不好有只是說最後一刻，副總召選擇了繼續把這些協商溝通私底下的做完，然後最後三讀院會的時候只丟出70幾案，然後最後三讀表決總預算過關，這是傅昆萁的選擇，這不是傅昆萁的義務。就說真的，作為一個在野的黨團總召，我完全可以就是不用協商，不用減併，每個人藍白的照送1000多萬，我們就來表決個3天3夜。但不管怎麼樣，罵戰之後出來瘋狂罵韓的，不見得都是在這件事情當中不同意韓看法的人，可能很多是青鳥賬號，往死裡罵，把當年黑韓說的說法都拿出來用。他前天是韓粉，他後一天變韓黑，有這麼快的嗎？大家覺得你怎麼會懟着自己人罵？那不就間接在幫上對方嗎？而且你對對方都客客氣氣、笑眯眯的，因為這一段人設其實是透過這個高度的建立起來的，多少會被質疑的。只是我覺得這個事情還是要關起門來講。院長當場再怎麼生氣不是沒有總召的手機。對啊，你就現場打了。後面那些外界的解讀跟延伸，我覺得都過度了。韓的講話風格一直有一種個人特色，他會突然蹦出一些平常不太會用的詞，很有創意的詞。我會比較傾向解讀為他沒有那麼多的心機或者是鬥爭，那個就是一個他在當下他覺得不爽，然後他的語言的創意，我只能這樣講。從他選舉的時候是這樣。那你要說是處心積慮想要去鬥爭誰誰誰，然後才想出這些詞去，沒有，我覺得那都是他臨場反應。因為有太多的法律三读通過以後，民進黨的卓榮泰都在耍大家嘛。有些特定的法案已經在朝野協商，你們民進黨是有讓步的，結果卻簽了字，不願意遵守承諾嘛。比如說軍人加薪，還有正在訴訟的警消退休人員的所得替代率，這些事情都是未來賬戶就不未來賬戶，我覺得這個是因為雙方都有提版本，因為未來賬戶是這個法案會期發生，但是警消條例跟這個軍人加薪是上個會，而且是造成這一次卡關最主要的原因。自己不處理嘛，所以已經拖了1年多。因為这些事情，所以在朝野協商的時候，立法院本來應該是2顆牙齒的老虎，但是我們的國會調查權被拿掉，所以就少了1顆牙。那另外1顆牙不能再讓它掉，就是對於審總預算的權利嘛。我可以商，我可以動嘛。但是民進黨現在怎麼樣？2顆牙都給你拔掉，讓你立法院變成是沒有牙齒的老虎。基於這樣的立場之下，該過的、該編的，通通沒有。我為什麼要如期的去讓總預算交付到院會表決？這個是我覺得很基本的因果關係。站在傅跟韓的立場，這個中央政府總預算，我現在目前立法委員唯一的武器，我們的行政院竟然在還沒有表決的情況之下，就說我要用追加預算，我覺得這個真的已經挑釁到極致。你刪沒關係啊，法案的部分我就不附屬，預算的部分我就追加預算，所以那立法院這股氣怎麼會分得下去？加上朝野協商的過程當中，看到張敦涵那個嘴臉，這個預算權是憲法賦予立法委員的唯一的權利，到目前為止，行政權竟然可以嬉笑怒罵，或是用諷刺，然後那種高高在上的一個嘴臉去面對翁小玲委員。你站在翁小玲委員的立場，他去執行他的一個正常權利，絕對沒有問題。站在副總召的角度來說，他的立場就是要維護國民黨的權利，保護翁小玲的權利不要被受到一些侵犯。站在傅昆萁的立场，我覺得他的角度是對的，他的做法是对的。其實韓國瑜的態度，就我了解的，他是覺得115年度的錢已經到了8月了，很多的錢已經用，現在去砍一個沒有太大的意義。第二個，對於2026年底的選情有很大的衝擊，這是他的評估。的確啊，你也可以看到。在高雄方面，柯志恩的選情，包括賴瑞隆一直攻他的都是還是國防相關的一些預算，好，這是一塊。第二個，按照韓國瑜的想法，我應該要把喊的力道是放在116年的預算，就是9月就要進來。你2個案子擺在一起，一直不處理的話，2026的選情是很難處理的。傅昆萁跟韓國瑜，其實他們講的都沒有錯。韓國瑜站在的是選舉的立場，那傅昆萁站在的是說我立法權跟行政權之間的相抗衡，被行政權侮辱或是欺負成這樣，唯一的武器。我一定要把持住。國民黨團的總召跟立法院長還是國民黨的，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溝通的一個管道。我認為就是因為他們倆職務不同，所以看事情的角度不同。總召的立場，那個叫做寸土不讓；韓院長的態度，那個叫做以退為進。他認為應該把主戰放在116年度的總預算，而不要再去糾結115年度的總預算。對，因為已經過到8月了。這就是在戰術上面執行。我認為啊，戰略上大家都要跟民進黨對抗都沒有問題，但是只是在執行戰術上，到底是
要寸土不讓還是以退為進。但是寸土不讓這件事情是讓整個支持者瞬间可以感受到，而以退為進，你要去說服大家的是你後面进在哪裡，然后有没有等於我退2步，我只進1步，加起來的我還是退了1步嘛。除非你可以說服我退2步，最後我们能夠絕對的進3步。往往在戰術上面要說服大家以退為進的要有智慧，在軍事上面，在政治上面本來就是一個要說服大家，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嘛。第二個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韓院長在過去，我覺得或許他可以先這麼做，在這一次的風暴就可以相對小一點。當第一次卓榮泰不附屬不執行對於財劃法的時候，做一件事情就是以院長的身份召開院際協調會，自己主動去找卓榮泰，要告訴他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因為這已經不是黨團的問題了。今天不附屬不執行是針對韓國瑜敲下錘子的3讀法律，這已經是憲政問題了。院際協調會它本身是一個高度的政治動作，而且這才是真的有一手好牌可以打。卓榮泰如果願意見你，你的高度就出來了。雖然也許最後還是不附屬不執行，但起碼你有政治籌碼。如果卓榮泰不願意見你，你還有最大的武器，就是從他不見你開始，我是立法院院長，大院我通通不准你卓榮泰上來。我的立场就站穩了嘛。這個時候黨團會覺得跟我同心協力。到後來我覺得也不至於發生老傅有一個5次的朝野協商不出席的問題，因為現在就會讓外界覺得說是不是院長跟黨團可能在戰術上面沒有一致。在那個時候院長手上是有很多武器可以用，第一個院際協商，第二個可以留空間給民進黨讓他去不附屬不執行，但是你一定要開會協調會，如果你連開都不願意開，很抱歉，從那一刻開始，立法院大院內所有行政院長你可以列席，但你通通不准給我上來講話，不准發言，我可以不 cue 你啊。所有的總質詢，所有的法案，包含這次食安專報，你都看不到卓榮泰的身影，這個人自然而然就沒有政治舞台，他就要提前下台。如果你有辦法在那個時間點都沒有人在討論怎麼倒閣不倒閣，立法院長他是有民意基礎，你行政院長是沒有民意基礎的。我民意基礎的立法院長去跟你要進行協商，你是做一些違法亂紀的事情，我要跟你進行溝通，你可能覺得沒有，不過至少要面對面的來進行。對，如果你還不願意，或是你談完之後堅持的情況之下，民意最大嘛。因為當5院裡面4院都被民進黨掌握的時候，憑什麼只有總統可以開院際協調？而總統每次都擺出一副高度，哎呀，5院院長查去，查你個大頭鬼！我為什麼要被你叫去當誰喊呢？主動權在自己手上，最好的方法就是我立法院院長，我主動邀請卓榮泰。我去也可以，你來也可以。院際協調，韓院長的聲勢不會只是現在這個樣子。他今天在發飆也有道理，因為現在大家外界在解讀的是不是院長跟黨團沒有一心。我回到傅崐萁的這個角色，你剛才有提到6次是朝野協商，然後傅崐萁因為第1次罵了髒話，後來的確都不去，5次都不去。可是大家有沒有想到為什麼他不去？就是因為第1次去的時候看到張敦涵的那個樣子。行政權欺壓立法權到那種極致的程度的情況之下去，沒有任何的意義。他要維持國民黨團的尊嚴，後續的一些協商還是有嘛？他派了幹事長，派了書記長在那邊進行協商。你說他有沒有簽名這件事情？我那個都是技術層面，因為包括了佩祥，他如果簽名之後，傅崐萁還是可以追認，技術層面都不是很重要。再加上行政院今天好死不死提了一個要追加預算，讓韓國瑜有一點難為，就是故意的。他趁機在這個時候把韓國瑜跟傅崐萁之間的心結再把它擴大。最糟糕的是，第一個造成這個中央政府總預算延宕的最主要的追根究底就是行政院。看到人家有心結的時候，這當然了，政治操作的確是這個樣子。副總召去做副院長，就我所知，副總召絕對不會去做副院長。副院長能做什麼事？我跟副旁邊的人也很熟，總召這個位置的權力比副院長多得多。如果傅崐萁他想要做事的話，他一定是在總召這個位置上。第二個，如果他真的是有權力欲的話，也不會是看副院長這個席次。從幾個脈絡來看，基於他2024年那個時候一開始的起心動念，但最後是因為韓國瑜退而求其次變總召，我覺得這個說法在時空環境不同之下不可以沿用。對，我覺得已經過去了。2年前是2年前的時空環境，现在是現在的時空環境。當時2年前他也沒想到朝野協商對抗這麼激烈，他也沒想到說一個總召要當這麼累。不過他還蠻樂於其中的。是啦，因為他的個性。但是我要講的是，
現在2028到底怎麼布局？如果副總召真的想要去爭取副院長，尤其在這個時間點，黨團的內規就不會改總召任期制這件事情去做修正。對，當時我們國民黨立法院黨團的內規以前是講說總召得連任一次，最多就一次而已。把這條拿掉之後，我相信總召可能就對於副院長是已經沒有想法了。再來，國民兩黨的副院長都是為了未來選地方首長要用的，因為它是一個形象，它是一個在選地方首長的時候資歷上拿出來。你看前一個蔡其昌嘛，現在就是張啟臣嘛，大家都知道的是副院長的實權確實沒有總召來的大。吴思瑤呢？思瑶是接了幹事長嘛？幹事長的位置上的安排，是為了他之後選舉布局，是為了台北市。对，大家一定有這樣的一個聯繫。對，我大膽的預測，2028吳思瑤不會選區域立委，一定進不分區。半年前很多人在講說他會進部會，絕對不可能。難道吳思瑤不知道賴清德如果高雄掉了，連選總統機會都沒有嗎？進部會意思就是沒有不分區，也沒有區域。那如果賴清德沒有連任，他老娘吃什麼？所以吳思瑤一定是要不分區，他也知道他不可能再繼續選區域，而且選區域太累。他認為他已經是為黨犧牲這麼多了，總該換個不分區了吧？不分區他要的是第1名或第2名，他要接總召。吳思瑤的性格來說，他的政治企圖心是非常的強。老柯失勢的時候，第一個跳船、第一個踩上腳的就是吴思瑤。吴思瑤啊，對啊。老柯當時在權力失勢，第一個請辭黨團幹部的人就是吳思瑤。老柯打電話給吳思瑤，吳思瑤不接就是不接，然後連帶後面骨牌效應，大家一起請辭。賴清德會給他總召，所以我們大家來講，2028年我光想到國民党党團要面吳思瑤當總召的立法院黨團，好煩，很煩的，因為吳思瑤帶頭，沈伯洋、范雲、陳培瑜發言就旁邊這群人，他一直點頭。對，還有郭玉琴，我光想到我就覺得很崩潰。那如果吳思瑤不選2028，那誰要代表民進黨選市北的立委？北投天母的立委？我們先確定哦，吳思瑤进不分區這件事有共識的嘛，就不用賭了。倒想不出来。好，他們有誰？士林北投目前民進黨有5席，票得最高的是謝系的林延鳳。新潮流比較明顯的是陳賢衛，也就是吳思瑤的子弟兵。对，但是他之前第一次選上是遞補上去，所以實力不夠。所以看起來只有林延鳳的企圖心跟他的實力最強。他上次拿到24000票，但是以新潮流，各位你要從民進黨角度去想，新潮流怎麼可能把這塊領地給永延會？全台北市最大的第一個新潮流，第2個英系，之後才輪到永延會。永延會在高雄幾乎要全盤拿了，我怎麼可能台北再給你？這是從民進黨的角度，所以吳思瑤一定會找一個新潮流的人來接。我大膽預測，這個人就是簡舒培。簡舒培2028會跟林延鳳黨內初選。這就是可以合理解釋為什麼簡舒培前一陣子跟瘋子一樣，他要的是純大量的空戰去壓林延鳳的陸戰，因為黨內初選這件事情，它還是全民調。我只有透過比陸戰高2-3倍的量能的空戰，才有可能在黨內初選勝出。所以他那個打蔣萬安的形象必須確立起來，超越那地區性。沒錯。王金平突然間拜會柯建銘，這一次的公都盟一樣把柯建銘列為一般立委，有優秀，有一般跟觀察名單。國民黨一半以上都在觀察名單，民進黨一個觀察名單都沒有。好，那我就去看了，柯建銘在一般立委，各位啊，去年的預算會期21次出席都有到，簽到就走了嘛，他住隔壁嘛，早餐店樓上，對吧？零提案，什麼都零，一般立委。講王金平突然出現在立法院，我覺得實在是太巧合。他的確常常跑立法院，突然出現韓國瑜跟傅崐萁發生了這件事情之後，他還願意受訪，不願意去講的話，你就走人就算了。那他還願意受訪。當我接到電話，我不想回應，我連電話都不會接。對啊，就算他常去，媒體怎麼會知道？然後媒體堵過去了以後，就是說什麼不要讓自己什麼生氣之類的。可是你一個態度，或是你一個人的出現，總會你在媒體上就是一個語言，就是你要透露出一些訊息。因為一直有一些傳言說王金平可能會重新回到立法院，這個就反正我的消息就是有這樣子說。哦，王金平如果回到立法院，韓國瑜還有角色，就會有這個問題存在。我不能說我的這個訊息是多正確，可是這個我們有自己的管道，一些特定的管道在放這個訊息。王金平很可能會在2028回到法院，那回到立法院，他不可能當一個陽春立委。可是如果這樣子，韓國瑜跟王金平同時出現在立法院的情況之下，誰會當院長？這個消息是
有一些評論員他们在自己的臉書上意有所指，对，但是没有人在討論这個，所以你第一個講的對不對？啊，完蛋！就是王金平，如果2028回到立法院，他已經快90歲，最大的問題，而且他一定要進不分區。你自己想這樣子合不合理？那是不是他一定要排不分區？但不分區的提名權掌握在誰手上？就是主席啊。可是放這個消息的不是主席系統。如果你大概知道媒體運作或是一些政治操作的話，如果是別的陣營放這個消息出來的話，那目的是什麼？他要凸顯什麼事情？所以我對這個消息是存疑，是不是要打擊？可能是要防鄭，要防韓，兩個人都在防，因為他借由王金平，他可以又打到鄭，又可以打到韓。如果韓國瑜相信這個消息的話，就可能會做出一些比較情緒性啊，或是一些反擊動作，那就是一箭雙雕嘛。